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加措活佛著，馬德鐘聲演。第6篇，短板決定生命嘅容量。人總係喜歡要求別人，但係好少會諗到自己係咪按照呢一個準則去要求自身。人總係好容易發現別人嘅錯誤，但係好難發現自己嘅錯誤。有時明知係錯啦，都好難克服，總係喜歡揾出各種嘅理由，讓自己一再犯錯。把握正確嘅方向，堅守做人嘅原則。如果發現錯啦，一定要止步。嚴於律己，寬以待人，呢個道理好多人都知道，不過大多數都係講得到，但係做唔到。我哋總係喜歡按照自己嘅理想中嘅模樣去要求別人，但係卻忘記審視自己有冇達到同樣嘅標準。每一個人都有呢樣嗰樣嘅不足，身上邊肯定會有存在嘅短板嘅。喺修行嘅過程入邊，呢啲不足就會暴露出嚟。不過，只要我哋對自己有足夠嘅內觀同埋自省，係唔難發現佢哋嘅。無論你做咩事情，都唔好隨波逐流。你唔去沉澱自己，內心必然會浮躁。嚴格要求別人嘅前提，係我哋必須要嚴格要求自己。咁樣，我哋自己同他人先至可以共同進步。否則，我哋嘅要求喺別人眼中睇嚟，可能係一啲無理嘅挑剔。能夠通過別人嘅行為修正自己嘅人，先至係真正嘅智者。能夠睇到錯誤嘅一方面，但係重要嘅係要知道點去改正，去避免，把握好方向，堅持住原則，唔單止係心安嘅最基本前提，亦都係消除錯誤嘅最厲害武器。人們對待事物嘅時候，往往以自己諗到嘅、睇到嘅嚟到作為參照，用自己嘅價值觀同埋角度去看待事物，咁就會產生咗喺同一件事情上嘅雙重標準。喺指責別人嘅時候，即使係愚蠢嘅人，亦都會顯得清醒而又有智慧。而嗰啲自以為是嘅聰明人，喺原諒自己嘅時候，總係迷迷糊糊、模棱兩可嘅。呢種做法，除咗證明咗自身淺薄之外，仲往往被同一塊嘅石頭絆倒。個人修為有幾多，完全取決於佢身上邊嗰塊短板。第7篇，不爭不辯，不聞不見。唔好輕易同人發生爭執。當有人同我哋要爭執嘅時候，就俾佢贏，因為我哋唔會因此而失去啲乜嘢。所謂贏，佢亦都贏唔到啲乜，亦都得到唔到啲乜嘢。所謂輸，你又輸咗啲乜嘢呢？你又失去咗啲乜嘢？爭嚟爭去，只會傷咗彼此嘅和氣，仲會平添無謂嘅煩惱。謹慎地、沉默地、精明地回避，以平常心應對無常嘅人生。姨媽喺我細個嘅時候，曾經同我講過一個故事。有3個持刀嘅武士，彼此都係企喺距離對方1步之遙嘅地方進行決鬥，以去評定邊個先係最犀利嘅武士。佢哋嘅刀都好鋒利，可以保證一下子就殺死對方，而且絕對唔會失手添。喺呢種情況之下，邊個先係最犀利嘅武士呢？若果3個武士都要爭第一嘅虛名，肯定全部都會死。
亦都就冇所謂邊個係第一啦。唯一嘅辦法就係不爭，放下手中嘅刀，不爭不辯，不聞不見，係大境界。或者世俗入邊嘅人係好難貫徹始終，但係佢可以喺生活入邊充分咁樣運用不爭嘅智慧，唔輕易同別人發生爭執。當爭執無可避免嘅時候，忍一時，退一步，讓對方贏，咁咪點啊？爭嚟爭去嘅結果，往往都係兩敗俱傷，傷咗一團和氣，仲平添咗無數嘅煩惱，甚至仲會因此引發災禍添。不爭並唔係理屈詞窮，亦都唔係讓對方閉嘴，而係以柔制剛，消除分歧嘅智慧。佢唔單止係我哋寬厚之德嘅外化，同樣亦都係與人相處嘅根本。放下爭執之人，持不爭之戒，就會免受糾結之苦，而且以淡然嘅平常心應對無常嘅人生。呢個本來就係修行嘅目的之一。唯有不爭，先至可以做到不執。當別人與你爭吵嘅時候，你無論係用沉默嚟表達自己嘅觀點，定係選擇精明咁去回避，都係慈悲嘅開始。第8篇，自我疏導嘅法則。多花啲時間去同一啲讓你快樂嘅人喺埋一齊，少花啲時間去同嗰啲讓你感到壓力嘅人相處。唔好話別人嘅夢想係冇可能，當佢哋用成功證明俾你睇你係錯嘅時候，咁將會係一件好難堪嘅事。不管你犯過幾多嘅錯，或者進度有幾慢，你仍然係比嗰啲冇開始嘅人領先嘅。一個人幸運嘅前提係佢能夠改變自己，心境可以歸於平和，但係就唔能夠趨於死寂。快樂係可以互相感染嘅，同嗰啲能夠讓你快樂嘅人喺埋一齊，你都會快樂起嚟。用別人嘅良好心態嚟改變自己嘅心態，不失為一種方法嘅。任何人站喺過來人嘅角度去指責別人，用自己嘅經驗去說服人，咁樣做係行唔通嘅。呢種做法都係唔可取嘅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經歷同埋感受，都有自己獨一無二嘅人生之路。好多喺大多數人睇上嚟行唔通嘅事情，對於某啲人而言，未必真係唔能夠實現嘅。無論幾時出發，走咗幾遠，只要我哋向前睇，你總會發現前方有人比自己更加努力，比自己更加接近目標。但係咁並唔係我哋懷疑自己能力嘅理由，只能夠講明有人比我哋行動得更早，跑得更快。理所當然佢會比我哋靠前一啲啦，所以唔好因為咁感到不公。其實唔好理你喺途中跌過幾多次，或者速度有幾慢，比起嗰啲仲係企喺起跑線嘅後來者，你係領先緊嘅。生活中有諸多嘅智慧，就好似我哋人生路上嗰啲不知名嘅花朵，你冇必要去強求知道佢哋係咪名貴，係咪芬芳。每一朵花嘅存在，都係對於世間最好嘅裝扮。第9篇，做人不需要解釋。解釋有時候確實可以消除誤會，獲得理解，但係有時候別人可能將你嘅解釋理解成為一種掩飾嘅。唔係每做一件事都必須向旁人解釋，不停嘅解釋會限制咗自己人生嘅道路。你所做嘅一切，只要自己認可，
安心就好啦。所以你俾咗別人幫助，只要伸出溫暖嘅手，證明自己係正直，只要端端正正做事情，原諒別人，只需要露出笑臉。好多時候解釋並唔係必要嘅。對於信賴你嘅人，唔需要解釋；對於唔信賴你嘅人，解釋亦都冇用。嗰啲懵懂嘅人，你嘅解釋反而會令佢哋有誤解添。經常有信徒問我咩係佛，對於呢個問題，我通常都係唔回答、唔解釋嘅。佛嘅博大精深，佛嘅微言大義，又點可以用幾句說話就能夠解釋清楚？如果冇親身經歷，冇感悟，解釋再多都無法理解。如果真係有深刻嘅感悟，到達咗一定嘅境界，自然就會佛光普照。好多高僧大徹大悟，根本就冇辦法用言語解釋嚟同人分享，因為眾生嘅經歷不同，境界不同，願嘅程度深淺不一，行嘅程度更加不同，並唔係每個人通過佛法嘅開釋就能夠理解佛法嘅真諦。天唔解釋自己嘅高度，依然高遠無涯。解釋雖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將誤會消除，但係有時解釋並唔係必要，甚至會被直接理解為掩飾。做人做事，只要自己認可，只要問心無愧，咁就足夠噶啦。做錯事情嘅時候，踏踏實實去用行動改正，比起解釋更直接、更有效。面對他人嘅錯誤同誤會嘅時候，或者個微笑比解釋100次更加有用。第10篇，駕馭自己的慾望。如果我哋冇刻意追求嘅慾望，就唔會介意別人點樣睇，亦都唔會違心咁去討好，生活自然輕鬆好多。唔好做一啲慾望嘅奴隸，如果唔係，你就永遠靜唔落嚟噶啦。有啲人非常善於窺探別人嘅心思，佢哋會利用別人嘅慾望同埋所求，去達到自己所期望嘅目的。想要唔好俾呢種人牽住自己嘅鼻子走，你就要學會散去心中嘅不良慾望，無欲則剛。無欲並唔係一無所有嘅意思，而係要去除嗰啲虛無縹緲、不切實際嘅貪念。無欲係生命褪去咗喧囂同埋浮躁之後所展現出嚟嘅真諦，係人生意義嘅根本。只有喺修行中真正洞察呢啲，先至唔會俾嗰啲慾望所迷惑。只有無欲，先至可以剛強。但係呢度嘅剛強，並唔係指增強好勝，而係對自我嘅克制。駕馭自己嘅慾望，唔好做違背良知嘅事情，並且要堅持落去，令到佢成為自己生命當中不可更改嘅準則。嗰啲執着於慾望追逐嘅人，先至會在意別人嘅睇法同埋自己嘅特性，先至會瞞住自己良心去討好轉型，斤斤計較，難以平靜。世俗入邊有一部分人係善於察言觀色，佢哋好清楚別人嘅慾望，亦都知道別人想要啲乜嘢。呢種人非常危險，因為佢哋會利用別人嘅性格入邊嘅弱點，針對性咁去做一啲事情，以達到佢哋自己嘅目的。一旦俾呢種人掌控咗，你就會一直被牽住鼻子走，喺嗰啲存在誘惑同陷阱嘅境地，散去嗰啲不良嘅不切實際嘅慾望，
睇清楚方向，先至能夠喺誘惑面前保持自己嘅品格。俗語話：烏蠅唔會叮無縫嘅蛋。只要自己嘅心唔好變質，外人係好難傷害我哋嘅。修好自己，先至係自在嘅開始。